直播就这么快速的开始了。今天的内容我们先做一个预告。第一个，韩国 KBS 拍了《人才战争2》的纪录片，讲中国的科技跟人才超车，韩国炸锅，网络上全面性在讨论，所有人都在反省。台湾媒体3周以来，我没有查到有任何的分享或是任何的资料说我们应该要反思这件事情。赞。第二 ，Nature Index 2025前10名没有台大。也没有首尔大，首尔大学排名第52名。而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赖清德的内阁里面呢，律师占了8位，蔡英文的内阁里面也是律师为主，请各位做好你的功课。我们今天要好好的跟各位聊一聊这件事情，就是科普的概念。来，各位事务所的同学晚安，我是朱学仁。今天是2026年6月2号，这里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 KBS 韩国的公共电视《人才战争2》这个纪录片，在韩国大炸特炸，所有人都在讨论。但是问题是台湾没有，所以我们会讲到 Nature Index KBS 的人才战争，丁薛祥 John Hopcroft Korea Dilemma。来，我们开始了。今天的定场诗是汉城纸业炽人生，首尔名落52城，台大中基寻不见，医科书桌压青金。中南布政工程课，府院营门律士林，等价已然交付尽，谁来叩问黎明因？各位不要觉得我又在掉书袋啊，而是这个状况讲起来真的让人心惊不已。心惊的地方是在于，明明很危险，但是没有人在理；明明有很大的挑战，但是没有人在想办法。对，贝尔乌萨是说这个纪录片都人才战争2，但最近掀起讨论的是第2集人才战争第2集，而不是第1集。那我们今天光是针对第2集，你看到我们的抖内目标里面有提到。光这个我们就值得做2集，要跟各位好好的分享一下。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讨论了。来，我们这一集做了一个台湾媒体不屑做也不想做，可能没有时间没有收视率，但没关系嘛。我说过了，台湾现在的新闻报道，坦白讲能够看的东西凤毛麟角啊。你能够看到的东西讲的是跟你真正相关的人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我们今天由小弟我的平台频道来谈一个其他人都不谈的事情，那我们让你多一些吸收，多一些资讯，多做一些准备。这个纪录片叫做《人才战争2》，第一部中国速度，韩文我不会念，但是各位可以去上网查，它已经公开了，是韩国最大的公广媒体KBS 在这个2026年5月14号播出的。那我讲到这边，可能各位会想说，哎靠，朱大你这边怎么变成韩剧频道了？不好意思，我最近在看的韩剧都是恋爱剧，都是转身剧，没有真正的知识剧。所以我要讲的是因为这个东西重要，那它特别到一个程度，韩国 KBS 没有给这部片配英文字幕没有给日文字幕全片只有韩文。我不知道你懂不懂这件事情意思，因为对一个公共媒体来讲，一定是流量最高嘛，你的纳税钱都花下去了，干嘛要让它不出海、不穿山、不被人家看到呢？没有，我这样讲，这件事情就是特别的地方。我们先从细微的地方开始跟各位讲 ，KBS 是一个有国际发行业务的媒体KBS World 频道卖到73个国家去，但这部片。他刻意用语言的高墙筑起的一个长城，只给韩国人看。为什么？因为这部片是特供版，是只给韩国人自己照镜子用的。纪录片在讲什么？48分钟他镜头走进中国的小学、机械人工厂、敦煌的太阳能热发电站、北大图灵班、比亚迪总部，把中国科技领先在哪？为什么领先？讲得很清楚。播出之后，韩国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 ，YouTube 就这一支短片短时间冲上上百万点阅
靠腰 KBS 的东西又不是偶像剧，又不是 idol， 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看？第二个，韩国的网络论坛 Naver、PPSS、FM Korea、Client 全部都炸锅。第三 ，KBS 马上自己加码，我不知道他原来有没有拍第二集，他自己马上就赶出来第二集，叫 Korea Dilemma， 就是韩国的两难。5月21号接着播。第四个，韩国网友留言里面讲最重的一句话是多少？哦，订阅关注不迷路说现在已经380多万点阅了。韩国网友直接讲，总统总理应该每人写一份观后感报告交上来。啊，台湾呢？我跟你讲，台湾的反应是0。我这集动稿之前呢，我请了5个 AI 去查。从5月14号 KBS 首播到我6月直播为止，今天哦，整整我看一下，整整大概15、6、7、8天吧。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三立民视、TVBS、公视、中央社、雅虎、奇摩，没有一家报过这条新闻。韩国人烧起来了，而且他们觉得有切身之痛。中国的网易、人民网、B 站都在转，切片在转，大量的分享，连香港的通传媒都在报啊。台湾我找不到转述稿啊，所以我得要用 AI 把所有的内容通通都翻成中文，翻成英文，我们再来做这一集的内容。所以各位同学，今天就是我们要切入的第一个耳光，啪啪啪！韩国媒体会自己拍纪录片。刺痛自己，台湾媒体连帮忙转述都懒得转。你如果在台湾敢做这种反省的内容，你他妈就是舔够。但是《孙子兵法》不是有讲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吗？但我们好像已经忘记《孙子兵法》是我们该学的东西了，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就用本台万事通事务所的一贯的方法。把这一部 KBS 不给你字幕的纪录片重新翻译一遍给台湾人看，但翻译完之后呢，会出现一件比 KBS 本身还要讽刺的事情。KBS 拍的是中国人才战争的故事，但是当你把镜头转回台湾，我们会发现我们有一个比韩国医科崇拜更深的结构性问题，那个问题的名字叫做法律人误国。我们讲到这里就要开始了。一级嘴炮记录是说我没有归孙子兵法，不是这样子的。好，来，我们先讲一件事情哦。这个事情也不是我要挑剔。Nature 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期刊，那当然它是商业期刊，可是它也是最顶级的自然科学论文发表的地方。所以 KBS 人才战争2的一开场。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做切入点，它切入什么东西呢？它切入的是在 Nature Index 里面呢，前10名没有首尔大。他讲当然是首尔大，但我们就多做了一点，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KBS 这部片的开头就直接破题。破题是怎么破？破题是 KBS。丢了一个让所有的韩国观众屏息的数字。韩国是很自傲的一个国家，他们引用是 Nature Index 2025最新的全球学术机构研究产出排行榜。什么东西呢？Nature Index 是科学期刊《自然》旗下做的权威指标，它不是那种骗钱瞎鸡巴讲的那种那种骗钱期刊。它是相对中立，因为它的权威，它的价值在于它的权威，它不收钱的。那所以它每年从全世界145种顶级自然科学期刊里面统计每个机构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引用度、贡献度加权之后算出来的学术排名。你发表多没有用哦，他妈没人引用，你没有贡献，那个也不算在加权里面。你通通印一些垃圾期刊垃圾论文出来是没有用的。所以简单讲，谁在世界最顶级的科学期刊上发出最多有分量的论文，谁就是最强的。他算的是科学力。
这个东西不靠国力宣传，不靠媒体吹捧，纯粹看你的研究员、你的论文、你的数据说话。所以你他妈给我发一堆台湾研究所，你他妈给我发一堆国民党有多么恶心、多么可恶，白色恐怖杀多少人？不好意思，上不了自然期刊，因为他看的是你的科学国力。好，我们讲2025年的前10名长什么样子，请各位认真的听好啦。那我好像有做一个动画，好，那我来看看这个动画能不能够播。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动画。有时候觉得我花那么多心力做动画，单纯就是为了爽而已。来，没关系，我们照样讲。然后我说到边边，让你看这个动画，好不好？这个是 Nature Index 的2025年全球机构排名。2025年前10名长什么样？我跟你讲，你听好哦。你一边看动画，我一边跟你讲哦。这个是第1名，中国科学院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第2名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第3名中科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我去这个学校演讲过4次，真的底下都是仔仔，你讲仔仔会懂的笑话，他们会笑得很开心。就我跑去那个北大清华的。冷言以对。来，第4名是浙江大学，第5名是北京大学，第6名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第7名是清华大学，第8名是上海交通大学，第9名是南京大学，第10名是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这好像是德国的研究所。来，各位算一下，前10名里面9个是中国机构，一个是哈佛，一个是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美国以哈佛以外的什么学校都没进前10名呢？英国没进前10名，日本没进前10名，韩国没进前10名，台湾呢？各位不要提国防七子，国防七子的概念就跟麻省理工一样，它以实作著称。那你发 Nature 的论文不是他们擅长的东西啦。你看这个 MIT 还有核工系嘞。那核工系的论文要跟其他人做竞争，登 Nature 不容易，所以国防七子或是哈工大没有进去，所以他们擅长实作啦。而且他们有很多论文是机密，不能够发出去，好不好？所以好，我们这样冷静的讲，台湾这个状况怎么样呢？那个韩国最高排名的，在这个 index 里面排52名。52名，南韩自己都觉得很丢人。台湾最高是台大哦，不过不好意思，系部没列，因为我们排100名之外，系部的数字是100到130名之间。各位事务所同学，先不要急着骂中共宣传 ，Nature Index 是英国发行的，是西方学术圈公认的，是用同样的标准算大家的论文，这是西方人自己拿西方标准算出来的结果。我去年在北监的时候，我就看到经济学人在讲这一篇，他说：“靠，这个东西出来了，操妈！我们西方世界引以为傲的这个我们的科研成果到底怎么搞的？被人家踩在脚下，完全不动那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好了，我换了一个那个动得比较快的这个动画，让大家再看一看哦。那所以这件事情的确很值得反思，但台湾没有反思，干我们超屌的，我们超厉害，根本不在乎。好，你知道 KBS 把这张排行榜往韩国观众脸上一砸，韩国观众的反应是什么？绝望、震撼、不能呼吸。我们的科学力到哪里去呢？我们的竞争力到哪里去了？台湾呢？台湾在台大在100名之外，有人在意吗？没有啊。教育部没有人开记者会，行政院没人发新闻稿，赖校长没有提一句，因为台湾媒体连这条新闻都没报。我跟你讲白一点，我不要说我完全没有，或到时候一定会有误会人。我说我用6个 AI 没找到，好，我就这样讲，我也觉得很意外。那我们讲白一点，这就是万事通事务所第一条信念，叫做真相总是伤人。真相不是中国科技很厉害或者很会写论文这件事情，真相以台湾的角度来讲，是我们连挨打都没有人告诉你正在挨打，而且我们被打到100名之外去嘞。在听直播的各位啊，
你的孩子今年指考要填志愿，他知不知道台大在世界科学研究排名是第100名之外？他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想让他知道，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检讨。看这个，我真的觉得在台湾读书是有罪，是不是？读书有罪，是不是？来，没关系，我们就杞人忧天好了。来，我们就继续往下走。好，那你如果讲到这边呢，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那这个，在这个排名来讲呢，韩国人现在怎么看中国了？这个不知道是浅盾机还是涡轮机啊？我记得好像是涡轮机，因为是发电用的超大型涡轮机。我有一阵很爱看抖音上面的那个运输超大涡轮机，那个东西超好看的。来，中科大人很少啦，好不好？所以我在那边办演讲，一场来400多人，我想说，哇靠，妈，中科大真的很支持仔仔耶。来，我继续往下讲，韩国为什么这次反应这么大？你先别跳过这个问题，你不要觉得这个与我无关，我台湾人，我中国人，我不在乎这个东西，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台湾现在的处境，就是台湾现在的处境。Nature Index，它另外一个关于医科的排行榜，好像在 Lancet 柳叶刀或者刺胳针上面的，不是这个 Nature Index 来，因为韩国人看不起中国这件事情是有历史的，他们以前就是看不起中国。2010年的时候，韩国人怎么看中国？那时候三星的记忆体啊，把全世界都打趴了。现代汽车卖到美国 ，LG 的家电在欧洲打 Sony 打跟狗一样。韩国人在台湾、在日本、在欧盟旅游的时候，那个气势是什么？我们是先进国啦。我们已经脱亚入欧了，我们已经脱亚入欧了。中国在他们眼中是什么？山寨啦、抄袭啦 ，Made in Copycat Land， 一个抄东西的国家。韩国的主流媒体当时报道中国的调性是：中国经济确实在成长，但是技术含量低，依赖廉价劳力，制造业是组装代工而已。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昨天 Angelica 的内容就是他以前小时候都在美国看新闻，哇，中国很落后，而且我必须要坦白讲，那个时候美国有骄傲的自信，但忽然之间，当你在原地踏步的时候，龟兔赛跑，有人慢慢就追上来了。所以，如果在2010年的时候，你问首尔大学或者 SKY 他们是3大顶尖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要不要去中国工作？答案是为什么？我干嘛去中国？好啦，时间往前转16年，来，我们的那个风裕蜂蜜的少东陈安仁说，大陆的大学预算太恐怖了。我当年在两甲子校庆，就120年校庆，西安交通大学帮忙做接待，游览车上一堆校友阿伯，助教学长跟我说，这车的捐款就几个亿哦，哇哦，好。好，对，那个什么 Win EY Vin 说，你如果说台湾怎么样，绿媒还说你看不得台湾好，他们还觉得台湾 No.1 好，台湾从 No.1 已经变成 No.1 了啦，干嘛搞什么？来 ，Eurosmith 也提供一个数据啊，叫清华的科研经费最高，2024年大概是150亿人民币，浙大是科研成果最高，2024年大概是80亿，但科学基金计划数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科技部科研仪器研发考核都是全国第一。而且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这个对岸，不知道怎么搞，山东对浙江一直很有意见。好，这个我不要提。但来，我们现在把时间往前转16年，一路到了2026年了。2026年，韩国怎么看中国了？这个影片一出来之后，大家大剉赛 KBS 的这部片开头这句话。中国的过去目标是追赶西方科技，注意这个用词，过去，以前这是 past tense， 也就是现在中国已经不是在追赶了，是已经追过去了，现在在制定标准啊！你各位还在睡哦，还在躺平哦，干，我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来，不管，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你还在躺平，对不对？但是人家可不饶你啊，人家在继续往前走。那为什么继续往前走？这个
Kili 5633说我是韩国人，现在的韩国不好，亲中国路线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讲亲不亲中国，政治决不决定，我们讲单纯的科学科技。你看我今天这个标准是科学与科技，不讲政策。本台其实就是理工科背景，我他妈是以前受是电机系训练的，我原来应该要变成工程师的，但就因为我人渣没有做好。来，韩国工程师现在不只愿意去中国工作，是抢着去。KBS 访问了一位从韩国科学技术院叫 KAIST 跳到中国的副院长，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中国打电话找我。开的薪水是韩国的20倍 ，20 times， 20倍不是2倍哦，是20倍。KAIST 是什么地方？这是韩国理工科最顶级的研究机构，相当于台湾的中研院加上交大电机的合体版。连这种地方的副院长都被中国挖走了，韩国人能不慌吗？慌啊！台湾这边就是给你一直用民族情感绑架勒索你，然后让你不能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算了，随便你。但我们今天看的是韩国，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的分享。哈？ Nature Index 里面，台湾在全球国家地区排名中位列全球第19名，亚太地区第7名。Seriously？ 来，这个让我再好好的确认一下。干这个资料没关系，我们今天的工作反正也不是咬人，我们今天工作就看一看到底是什么状况。那为什么？因为我也想要知道到底排名怎么样。来，我看看啊，我来进个 Grok。那会甲我看到的拢无同，所以我要讲的是，台湾人要反省。那反省是什么？我们要觉得这件事情严不严重？如果严重的话，那当然要思考。靠腰，我还要登入嘞？什么？你们这很贱欸！什么叫给这么多？卖国都够了，不要这样讲。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是很合理的一个事情，好吗？真是的。等我一下哦。为什么还有你查到的会是这个东西？来，所以我要讲的是啊，今天谢谢 LP 送了1000颗这个资料。哦，我知道了，靠腰嘞！干，你又用这种算法，干，你真的很屌哎！妈，台湾真是很会弄。好，来，哎呦，靠背嘞！好，我这样讲，没错，你要用那个说法呢，就是你把眼睛都缩小，用国家来排，用亚太地区来排。好，不是，我跟你讲。它的背景脉络叫做中国在全球大幅领先，因为它国家大，它的所有论文总量排名第1名，美国第2，德国第3，亚太地区的前几名，包括中国、日本、南韩、澳洲、新加坡、台湾稳居中上游。跟前几年相比呢，台湾排名相对稳定，但亚太竞争激烈。好，这个刚贴的这一段呢，台湾没有2大单位跻身全球100大科研机构。台大是台湾最强机构，但没有进入前100。中研院排名更后，全球前100都是中国机构、美国、欧洲主导，真没有。难怪嘛，鸡巴干！我说贴出来这个怎么这么了不起？他把所有的集团缩，然后缩到就是国家、地区排名。难怪台湾排名第19名。
有很多的国家根本不能出科学论文，好不好？害我吓一跳，我以为我做错，是吧？但 Nature Index 我们今天讲是就学校来排名嘛，对不对？你看网络上大家跟我一起用 AI 查，你就知道，干这个大内宣好厉害啊！是大内宣用这种方法来督，那你督了，你当然觉得，哦，好像一看很厉害，啊，干就不是啊！全球排名前19名，后面那些国家简直没有办法发论文，好不好？靠腰嘞！所以这个真心好，没关系，这就障眼法，这就是话术。好了，没关系，我再往回，我不要被这个话术。我刚想说吗？我这么认真做那个内容，难道我做错了吗？没有，是因为话术，他是用国家地区来排名，说台湾19名好很棒，但是里面以学术机构以机构数目来讲，台湾根本就没有排进去啊，排到100多名去了。这就是台湾媒体擅长的做法，用这东西糊弄过去。但我这样讲，你要看的是机构的排名啊。你看，我们又被骗了，你娘嘞！看这样也骗我，中科大、台大跟他排大概差个80-90名呢。去，来，你用这种限定条件弄我。如果我不是有 AI 随手研究的话，那你还可以讲在 Nature Index 的排名里面，以台湾人来说，台大排名第1名，我也会讲啊。看好没关系，来，各位，我们回到这个被假讯息污染的时间，我们回到本题目。在听直播的各位啊，从2010年到2016年中间发生什么事情？谢谢印斗内的这个力 LP 是送山羊奖杯，印是送彩虹扇子，这些东西好妙啊，我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来，没关系 ，KBS 的纪录片讲很清楚，在这16年当中，发生了华为5G、中国高铁、北斗卫星、嫦娥登月、量子卫星、DeepSeek、比亚迪电动车超越 Tesla、人形机器人量产、低空经济、6G 标准，韩国人从中国要追上我们还早得很，变成被中国超车了。现在变成我们输了。KBS 纪录片的后半段，谢谢陈佑宏也送了一个彩虹扇子，镜头转到一个韩国学者，他眼神很空，那简直是一个绝望的表情啊。他讲了一句话是什么东西？他讲了一句话是：当优秀人才集中在有证照的群体时，那个社会就会衰退。各位听懂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医师是有证照的，律师是有证照的，会计师有证照，公务员有证照。当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人全部都去考证照，不去做研究，不去做工程，不去创业，不去开拓，这个国家都完了。韩国人现在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 KBS 整部片不是在介绍中国有多厉害啊，他在敲韩国的钟。他说我们再不改就完了，大家赶快醒过来。韩国学者现场 reaction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它做在背景图里面哦，你有就有，没有你就要自己去找了哦。好，我们再往下走干剩找不到那个，我最近做功课的那个内容都很，他真的眼神死，我跟你保证，你去网上查到那个，他就这样看镜头，我就想说这人怎么长这么怪，结果看到对应的内容之后才发现，靠，原来他是这么绝望。好，这一段我们要先做一个小结论，说那台湾呢，我们的孩子全部都在补习班里面背题库考医科，我们的决策层全部都律师，我们的工程师博士全部被摆在不掌实权的位置。韩国人从轻视中国到绝望花了16年，台湾人从轻视中国到绝望要花几年？还是你一直要讲台湾好棒棒，我们还有股市，我们还有音乐，还是台湾人连绝望都还没开始？这就是万事通事务所今天要面对的问题。韩国 KBS 愿意做一面镜子，让自己的国人照，台湾人连那面镜子都还没有拿出来呀。来，我先念一下斗内，这真的是很绝望。你看 Winston
Winston Ruby， 你可以去看那个纪录片，他在里面的。我那时候看截图，我以为是妈假的，好不好？结果还不是，就是哎。资秀说，我也是目前我孩子念3类，期待他考上医科，我都不反对。我今天没有要挑战别人，我的意思是说，请你好好的思考一件事情，将来连小孩都没得医了嘞，将来连小孩都没得医了嘞，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来，我们先这样讲。Thomas Yao 说，想问按下 F 键是什么？我等下给这个礼物。这什么礼物啊？我要从下面往上念。黄启明说赞助朱大饮料一杯。Sylvia Chang 说到了。Natasha 谢谢你的抖内。Violet 说不意外啊，对政府而言，人民越蠢越好。我的工作就是让大家不要那么蠢。千年暗示一灯即明啊！一个地方就算黑暗1000年，你进去点了一盏灯，这个地方就全亮了。我们工作点了一盏灯。那子祥说，虽然自己不爱读书，但朱大说的很对，国力就是要读书啊。Winston Ruby 2.0 说，朱大陆最近在打学阀，你有什么看法？待会有空再回复。学阀其实台湾开始的还要早一点，因为我们有国科会计划。那只是台湾没有人敢打学阀，因为你在电机科学阀就那几个。我以前的还有同学就是学阀的博士生，是博士生在挑专案计划，那老师会跟他讲说，这些人东西挑出来，其他随便你。那你说台湾学阀严不严重？严重，好吧？但问题是没有人敢打，而且我记得打学阀的那一个人，他当初好像也是在复旦还是哪里啊，被他老师活活搞死，搞到自己退学，他回来复仇了。来 ，David Jackson 说有机会可以问问李敏教授，台湾的核工人才应该都去中国工作了。高雄龙大说好久没跟上直播了，有跟上就必须抖一下。虽然平常没跟上直播，但都有认真补课，补课很好，谢谢你，因为我们东西回头看是可以的。谢谢朱大持续给我们最有用的资讯，才能够跟上世界的脚步。Thomas 要说想问按下 F 键是什么？我等一下给这个礼物，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台湾没有理工男哦，勉强说张善政是理工，柯文哲不是理工男，柯文哲是医科男，柯文哲是医科男。来。Chapter 3第3章，第3章进到什么阶段了？来，我们看一看这张图啊。第3章的是杭州小学用 AI 给课，对上台湾补习班，对上南韩的补习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嘞？我跟各位讲一下。对，还有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字能灭万年余，但前提是这个字不要被抓去监狱关，那就变字缺了，好不好？来，所以我们再往下走。这一集这个部分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KBS 纪录片拿了一个最影像化的东西哦，不是机器人，不是卫星，不是高铁，是一间小学的教室。地点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我看杭州那科技是很先进的地方，我将来有机会真想去看一看。那这个镜头走进这个小学的教室，看到什么画面？教室里坐了一群小朋友，10岁、11岁、12岁，一人一台平板电脑。你会说台湾也有一人一平板干，但是我们没有教材啊，不知道一人一平板要拿来干嘛？打乒乓球吗？打羽球吗？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学 neural network 神经网络的原理。干10岁小朋友在学神经网络，你他妈看到你也觉得腿软了，你也觉得腿软了。他们的语文老师在改作文，那你知道台湾老师现在不是很可怜吗？各种被学生霸凌，然后学校又弄你。我其他不要讲，我之前在北监的时候，我同请一个老师，后来换地方了，被判4年多。那音乐老师，那什么原因我不多讲，但你觉得老师这样子，我都劝大家不要去当老师了，不要，因为很危险。来，他们的语文老师在改作文，用什么？用一个 AI 工具，他就送进去，跟影印机一样。原本一个老师批改4小时的作文量 ，AI 工具10到15分钟搞定。他批改的不只是错字标点哦，现在 AI 的
大语言模型，你可以看语义、看描绘，它的作文结构、情境合理性、修辞运用，全部用 AI 进行第一轮批改，然后老师用省下来的时间做个别化辅导。个别化辅导，人脸识别签到 ，AI 批改作文，不知道 AI 批改作文，我里面可不可以写一个函数，直接 inject 恶意函数去 AI 让它炸掉，给我满分。来，神经网络实作课，这是杭州公立小学呢，不是私立贵族学校。在听直播的各位，我请你想象一下，你的孩子今天在台湾的小学在做什么？好啦，一样嘛，在背英文单字，在算14+27等于多少？41，在抄写课文，在准备下一次考试。你孩子手上的工具是什么？也许有些人有平板，也许有些人有电脑，但是还是什么？30元一支的铅笔，50元一本的习题本。杭州小学生的手上的工具是什么？是一台联网的平板电脑，一套国家级的 AI 学习系统，一个会根据他作文水准个别调整教材的演算法，这就是下一代的起跑线啊。KBS 给韩国观众看这个画面的时候，韩国观众在想什么？我的孩子今天晚上11点刚从补习班回家 ，cram school， 明天还要去考英文模拟考。韩国的补习文化叫 Hagwon。Hagwon 是世界知名的，首尔大学考上的学生平均一年补习费1500万韩元，10年下来破亿，10年下来破亿。台湾呢？我们有没有比韩国好？我们有没有比韩国好？没有，我们是另外一个版本补习地狱啊！台湾国中、高中的孩子从小学3年级开始补英文、补数学、补理化、补作文，补到上大学，每个礼拜5个晚上不能在家里，要去补习班，这就是等价交换。中国的小朋友交换到了什么？早期的 AI 接触、神经网络的实作经验、个别化教材、结构化学习，代价是什么？国家全面管控，人脸识别，数据被中央政府收集。台湾跟韩国的小朋友交换到什么？自由，自由，我们还有自由啊！代价是什么？整个童年泡在补习班里面背题库，到18岁考完大学，最后还是只记得怎么考试，不知道怎么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各位事务所同学，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一个？别跟我讲都不选。你已经选了，你选的是让中国的小朋友赢在 AI 起跑线，台湾的小朋友赢在背题库。15年后再来怪台湾为什么没有 AI 人才，这就是科学告诉我们的答案呐。科学终将胜利，而你不花时间在科学上面，就没有结果。等价交换，没有免费午餐，就这样子。我不知道各位觉得怎么样？妈，刘冠超要在那边说选自由，林你啊！你现在财富自由，你还选自由？选个屁自由！不然你把所有钱丢掉，你可以来台湾，我想办法让你打黑工，看你开不开心。好了，那换个角度啊，我们换个角度，本台就是会从各种角度啦，我会不会拍谁马屁，我会不会只讲什么东西。还有说，初大在2004年在推广 MIOOPS 开放式课程。好了，不要这么说，我很多东西看得很早，但问题是先知总是寂寞，而且先知多半会先死，就是这样子，所以没办法。来，我先讲，我们换个角度，我们前面讲了韩国怎么看中国 ，KBS 怎么拍中国，但是各位事务所同学，你想过中国怎么看韩国跟台湾吗？我们这边有很多中国的网友，我挑一个例子啊。中国的工程师哦，在哔哩哔哩上面，在知乎上面，你知道他们在嘲笑谁？我跟你讲，他们在嘲笑我们呐！在中国的网络讨论里面，最常被拿出来当笑话讲的，不是美国，不是欧洲，是东亚的台湾跟韩国啊。知乎上有一条按赞数超多的回答是这样写的，我把它翻成繁体中文，但是念出来也差不多。为什么日本跟韩国的科技这几年崩这么快？因为他们的精英全部去考医科。
韩国高考前1%的学生，超过5000人选医学系而不选工科。日本东大理科3部医学部的录取分数比理工科全部高出一个档次。台湾呢？台湾更惨，医科加电资双重内卷。台大电机已经是亚洲顶尖，但分数比台大医科还低8几分，妙了吧？8几分。这条回答5000多个赞，听到没有？台湾精英不去做研究，去考执照，不当工程师，跑去当医师，这是中国工程师在嘲笑我们的话呀！各位，我们在台湾很习惯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对，中国什么都偷我们的，中国什么都山寨。但这件事情，我们选择让医生跟律师执政，是我们自己干的。我们把最聪明的孩子推进医学系，我们把次聪明的孩子推进台积电。我们没有任何聪明的孩子在做基础科学研究，他去参加数奥啦、科奥啦、地奥，多半就是为了去美国。没有多少人留在台湾，为什么？因为在台湾做研究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社会地位，而且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中国网友还有一个观察，他说台湾是医科共和国，韩国是医科脑加补习脑，日本是医科脑加老人国，3个一组叫做衰退共和国。衰退共和国，干你们真狠欸！中国工程师讲话可以这么狠，是因为他们手上有 Nature Index 前10名9个机构啊，87%的全球基线出货量，57%的全球前100名的 AI 人才，他们讲话有实力啊，他们气足啊，他们敢讲啊。来，这个我们在 Threads 上面炒医师有没有过劳啊？在 PTT 上炒这个电机系排名，在 Dcard 上面炒哪所大学医学系比较好考？也不要说我们畏苦怕难啊，我觉得这人之常情啊。但问题是，这个方向对吗？我不知道我再念一下抖内，坏掉龙9说，请支持移动式露营帐篷，担任阿鲁巴老猪兵按赞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也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风心说，音乐老师也出事好荒谬，总有一天会变得跟日本一样变成服务业吗？日本完全没有尊师重道的概念，因为完全没有办法打骂，只教课不育人。台湾大概总有一天也会变成这样子。Thomas Yao。来，我们讲那个，这是 Times Higher， 他讲说，我刚问 Google AI 产业合作与变现能力世界第1名，在最新2026的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台大的产业连结 Industry 单项指标拿下100分满分，高居全球第1，代表台大与产业界的技术转移，以合作收入是世界顶级。好哦，我们来看一下。台大在2026年的整体排名是全球第140名，那阳明交通也拿到100分，这个台湾清华大学拿到99.8分。来，这个什么东西呢？我来讲一下。这个排名的 Industry Pillar 啊，权重占整体排名的4%，所以占权重很低很低，1/25。那意思是什么？大学从产业获得的研究收入依购买力评价调整之后除以教职员数，叫做知识转移的重要代理指标。那为什么？是因为台湾的产业高度跟产学连结电子工程领域，政府还推动产业创新条例。那大学技术移转中心帮助 NTU 累积高额产业收入。那同样的，台大的研究环境只有54.9分呢。那所以满分是很夸张的意思是，台湾现在偏斜到小国大产业，资源集中，产业需求明确。那很简单，但问题是，规模学科
都他妈小啊！因为台湾大学的人跟台湾的收入啊，实际上相对低。不然你告诉我，你说 MIT 跟哈佛的产学合作没有台大强，你信吗？简单说是这样子的，简单说是这样，这是一个局限性的指标。但我知道台湾一定会大吹特吹，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你从产业界拿到这么多钱，你为什么在全球排名还是140名 ？Overall， 我们的分数只有60%，只有62.5International Outlook 只有59.2分所以啦，你还要表示这个大学从产业获得的研究收入，依购买力评价调整之后除以教职员数，每个教职员数拿很多钱。我认为这个数字有问题，不是我说台大不好，而是你今天讲到这个程度了，我不是不相信，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偏颇的数据。你一直切，你总会切到有一个切片，台湾第一名。那结果你切到台湾第一名的时候，你就不看其他的东西了。我认为这个是不对的。如果今天我们产学合作是世界第一，还拿满分的话，台大怎么会排全球第140名呢？哈佛大学、宾州大学、MIT 跑哪里去了？史丹佛跑哪里去了？这就是干好。我跟你讲，你今天我这边就多讲，希望大家不要出去乱传。我说过了，我以前当过台湾教育部的技职大学、卓越大学教学计划的访视、审查跟评议委员。我跟你讲，这个排名是怎么出来的？有些学校会特别成立一个团队，针对这些评分来砸钱。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呢，如果我这个学校啊，我跟你讲，有某一个大学排名不是很前面，但他就砸钱，是看得到结果。你只要给我3到5年，我可以帮你排出来一个排名跃进10到20名的一个成果。为什么？很简单嘛，你就跟这些产业讲，我免费帮各位做研究，我免费帮这些公司提国科会的案子，提科技部的案子，大家赶快来，然后把你的奴工们，把你这些博士生、硕士生们拿来做免钱的奴工，让他出。那你觉得这些产业界爽不爽？产业界当然爽，我他妈有免费的奴工。我跟你讲，这个排名是可以对症，这边我有知道我在讲哪个学校。我跟你讲，这个排名是可以对症下药的。以我做到这种高度，我可以跟你讲100%可以做到。你只要学校愿意砸钱，你不要说那个 THE 了，你要泰晤士的有泰晤士的，你要美国的那个，美国的报纸 USA Today 都可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这样子做就弄得出来啊！这个妈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不是啊。那是因为亚洲大学办我怎么把它讲出来？那是因为亚洲大学办学有针对性啊，他们就是举校体制跟中国的举国体制一样，他就全校瞄准排名做，其他我他妈通通都不管，那你排名就前面嘛，这方法是对的，我跟你讲，而且对，很聪明，而且亚大的学校跟背后的校董会愿意砸钱，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这些排名往前的时候，进来的学生就强，你进来的学生就强，他可以给4年全额奖学金补助，他可以给4年全额奖学金补助，那算了，我不要多讲啊，这个不是在公开场合可以给你免费听的，你各位又免费听到了这种很鸡巴的大学，好。他妈是要说朱大你讲太明显，因为亚洲大学全面打广告。好，对不起哦，我觉得亚洲大学很棒，是因为他每一次办什么讲座，他以前好像还找蒋友柏去嘞。你以为蒋友柏真的有料吗？不是，效果有就好。那你可以脚踏实地做别的事情。相形之下，本人的学校呢，本人的母校，
我这边就不提了，因为讲的不好听，就他妈专心搞 DEI， 干你妈！结果现在一直在倒退，操，比我当年进学校时还倒退嘞，倒退几十名嘞，干不知道可不可以跟学校要钱呐、啊？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帮他们宣传，帮他们打广告，搞完之后我毕业几十年，他妈你的排名倒退，这世界排名倒退耶！看可不可以退钱给我啊？受不了！等等，不要抱怨了。来，台湾呢，在 Threads 上面炒医师有没有过劳？在 PTT 呢，炒电机系排名；在 Dcard 上面炒哪所大学医学系比较好考？我们在炒东西，跟中国工程师在嘲笑我们东西是同一件事情啊！在听直播的各位，这就是真相总是伤人的具体呈现。我们不止在输，我们还是被人嘲笑的输的，干，气死人！气死人！台湾还在搞 DEI 啊？有，台湾现在搞 DEI 搞得很开心呐、啊。我建议要搞 DEI 的人就专心搞 DEI， 去拿民主党的补助，不要给我在那边假装妈有理工科，根本就没有，好不好？是妈气死我！哎，来。各位，我们进到下一个阶段了。下一个阶段呢，又是一个很妙的工科逻辑的一个概念。我跟你讲，我自己是工科的啦，所以不要说我一直吹工科，而是我个人比较习惯这种思考模式嘛。你说吗？一直 DEI， 台湾现在在讨论拉队跳舞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远多了，先不讲，不然到时候又打起来。来。各位同学，我们前面讲的是观念、是文化、是社会结构，现在我们要讲数字了。KBS 纪录片里面砸出来，最让韩国人喘不过气是3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87%，哎，干这巧合，不是那个意思啦，87%这巧合啦，87%是什么意思嘞？87%不是说你是87呀，87%是关于机器人相关的内容呢。2025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占全球出货量87%。哎，你听到这个数字可能会有点麻木哦。我换个方式讲，全世界每生产100个会走路、会跑步、会做事的人形机器人，有87个来自中国，剩下13个来自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台湾全部加起来。这不是中国领先一点，这不是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这碾压啦，讲就是碾压，说就是碾压，不用讲碾压。而且这个数字今天还在变化，中国的95后工程师团队，浙江大学毕业出来的这群人研发出来的双足机器人 Bolt， 就是跑步那个非洲不知道哪个国家肯亚吗的那个波特。啊，谢谢出购物斗内的10个这个万事通事务所的汇集，他跑出了每秒11.4公尺的速度，世界纪录是人类保持的纪录，现在机器人已经快要追上人类了。第二个数字，57%。全球前100大的 AI 人才啊，有57个在中国。57个是什么概念呢？让我好好的跟各位说明一下啊。这个美国有20个，哎，这个 AI 人才是看人 per people， 就是你的排名表现如何，好像是牙买加，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对黑人的国家记忆力不好。对啊，对岸翻作博尔特。来，美国有20个 AI 人才，而且这20个里面还他妈就过半是华裔。韩国有1个，台湾呢KBS 没写，但是我猜应该没有。你总不能相信杜义景是全球100大 AI 人才吧？如果是这样，赖清德应该要没有，赖清德应该要颁奖给他，但很抱歉就没有。台湾的 AI 研究成果几乎为0。各位，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是清华大学 A-Minor 平台，史丹佛人类中心 AI 研究所叫 HAI， 是这几年陆续发布的全球 AI 人才地图综合的结果，不是我编的，不是中国编的，是史丹佛拿来研究自己美国输在哪里用。什么我0.2个干不是啊，我是妈走投无路了，我必须要用 AI 啊。还有那个我以前电视台的这个朋友跟我讲说，哇，你现在 AI 用得很好。我说操你妈，我不用 AI， 我现在就活饿死了我没有钱请助理，我没有钱请摄影师，我没有钱请工程师，唯一就是浩克现在在帮我测网路，然后帮我包那个蜂蜜，除了这之外，我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上一波光寄蜂蜜我就破了8罐，干我超心痛的，因为所有的8罐不，大概是8罐吧，应该是8罐，8罐蜂蜜我都要原封不动我再赔一罐给他所以恳请各位收到蜂蜜的时候检查一下，如果罐子破了呢，请你赶快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放到别的玻璃瓶里面。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可以再送你一个空的玻璃瓶，然后你把那个蜂蜜装进去，你还可以再吃1年，没有问题。但是每砸一罐，我大概就有很多单就白做了，所以很开心的砸了8罐，但我那一波寄出去20-30个那个货物就全部白赚。那还没完，还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我有一天在那个做捷运，我去搬东西，然后就有网友说：“我看到你在做捷运了，你最近不是买车了吗？”我说：“哈。” Seriously 千余炮最近也玩 AI 玩得很开心。他说这统计 AI 开发人才，不是使用人，使用人才怎么算呢？妈，我今天在家里弄出一朵花来，我也不能排名了。来，我要讲，那网友跟我讲说，朱大，听说你最近买车啦？我说啊，没有吧，我哪来的钱？妈，我哥没有车了，好不好？买不起，养不起呀。他说有啊，你前一阵不是说你买车了啊？就靠腰，我说我买了一台露营拖车拿来运蜂蜜用，谁给你妈买一台车啊？我哪有钱买车？而且那个拖车被我们抄到，干我看那个边边的那个布都破掉了，假拍谁？干 Winston Ruby 说，台湾每10罐破水的蜂蜜里有8罐就出自朱大之手，对，我们已经破到那个包裹中心打电话给邮局说，你那个东西又破了，干。好，没关系，我买了一个手推车、手拉车，而且因为太大了不能上捷运，但没关系。还有最近在这跟各位道歉，我们在带货的这个烤玉米呢很好吃，我们已经出货了50包到100包之间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纸箱用完啦，我们纸箱用了，全力说以朱大阿法卖掉，干。没钱当然要卖车啊，不然留着然后流落街头吗？而且好不管了，不要多说了，就没有，现在都没有车了。我唯一的车就是 U-Bike， 而且前一阵也被我发现，干电辅车也有30分钟免费。大家包材，我上次就是过于相信包材，所以导致我的底部妈全砸破，好不好？来。不是，他妈是要说台湾的AI 人才怎么趋近于零？台清交不是都有 AI 研究室吗？他有 AI 研究室，但排不进前100大呀。你的 AI 人才要人家认可，排进前100大，你不是你站出来说我有 AI 研究室，我很棒，我好赞，我国家给很多钱。杜奕瑾还研究 AI 嘞，你看他最近发的文，哪一个不是抗中保台？不是台湾没有 AI 人才，是台湾的 AI 人才排不进世界100大。请各位多下单烤玉米这个东西因为很好吃，所以这个各位有空的话可以买一买。我们也限量，我们也只进了一些，赶快说好不好？这个去土城进修，你以为可以赚钱吗？有土城进修，我每个月请注意，大概可以赚200块，连买吃的东西都不够。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讲。第3个数字是9，叫做9座国家机器人训练中心。坦白讲，在做这一集之前，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那这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专门训练
专门训练机器人的地方。那什么叫训练机器人的地方呢？来，让我喝个水。以后也可以用预购。所以你不要说我瞧不起台湾什么东西啊，不是呀，不是，是我们今天看国际数据的时候，它没有就没有嘛，你不能叫我掰啊。来，中国在9座城市建立了国家级的机器人训练基地。什么叫做机器人训练基地？这些训练所做什么？它是公开的内容，是 KBS 进了北京的训练基地，镜头里面拍出来几百个工人用人工操作机器人，重复各种动作，拿东西、走路、开门用工具，每天工作8个小时。一年下来，这些训练基地累积的16000小时的实证动作资料，这些资料被中央政府统一收录，建立成国家级的数据资产，免费给中国所有 AI 公司、机器人公司、自动驾驶公司使用。各位，你听懂这件事的分量吗？这件事分量是什么意思？这件事的分量是你以后至少中国官方提供的东西是节省你最困难的训练数据。他提供，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一般公司做不起，为什么？因为它几乎毫无产值。什么叫毫无产值？它几乎没有一个实际的产出，就是他那边搬东西操作来操作去，他的工作呢，只是把那个数据跟模型、大影像模型累积起来。它本身不是说开门我开10下可以发电什么东西，不是。那所以，谢谢强哥跟台湾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正极，还有走走在 TikTok 的抖内，所以国家做了之后，把这个东西免费给其他公司，免费哦，不是让你用买的哦。那还没完，我跟你讲，你讲到魏哲家在酸机器人，对不对？我跟你讲，你错了。我告诉你，前一阵我才学到一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机器人要做那么多 redundant 的北兰动作，翻跟斗啦、打武术啦，然后在那边跳舞啊、跳扭秧歌？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它需要 redundant 的 capability， 它需要让机器人的关节 actuator 就是那个制动器都能够承受大量而且强烈的冲击。你知道，我今天一边在做运动的时候，一边听到一个东西，好像是矽谷101，不是小林说，小林说的东西不是我们那个工程师爱看的，我看矽谷101。那101是什么？矽谷101讲什么？他说这机器人一旦翻跟斗翻跟斗，它的关节、它的冲击力承受的大概等于一台车把一个机器人撞上墙，几十个 G 的压力，但你干嘛呢？机器人要打仗吗？不是，它为了要承受这种野蛮型的力量，才叫它翻跟斗。那你的关节能够承受几十 G 的压力，不过热，然后能够平衡的话，就可以往下走。所以你不要笑妈语速干，这是我就魏哲家，我跟你讲，魏哲家这人领导统御能力有问题。我上网查了一下，操，你知道他去年领薪水领多少吗？27亿新台币啊！那你觉得一个领这么多肥嘟嘟、肥滋滋的人，能够服众说我今年要砍台积电工程师的薪水跟分红吗？你说得出来吗？你说得出来为什么连台积电这么乖的学生跟工程师都他妈想要干他？因为你现在只懂得照顾美国，照顾投资客，照顾高阶主管，你把那些帮你翻身
让你辛辛苦苦24小时待命这公司要砍他的分红，操你妈！你拿27亿新台币啊！如果记错，魏哲家不要告我，因为我这篇文章还没写完。那你把你27亿拿出来分一分嘛？靠腰嘞！是台积电这一次分红要砍多少趴？我不确定，15%还是多少？所以内部工程师在内部臭干胶，因为以前都不知道魏哲家拿这么多钱，但是当你在美国上市，当你接受美国的这个CHIPS 晶片法案的补贴之后，你那些资料要公开，花花鱼说，朱大过阵子应该去大陆走走谈谈合作。等我存够钱，我现在钱不够啊，连买个推车都觉得痛。好，这个 Rita 说他有出来灭火啊，但我说的跟他灭火不相关呐。不然你各位可以去 AI 查一下魏哲家2025年的薪水加分红到底拿多少？我之后还要专门做一集讨论这件事情呢。我真的觉得很夸张。那三星做了，然后海力士嘞，其他的韩国人都想要罢工，为什么？他妈你不给我钱啊，你自己领那么多，你自己拿那么多，然后你告诉我没有，靠，不行，我不能接受。我们继续往下讲。Morris， 你不要讲，但 Morris 现在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就是他好像都是坐轮椅了，不能走了。对啊，韩国的海力士分了嘛，三星也被迫分，但台积电现在怎么样？通通给我签保密协定，外面不知道啊，所以我不知道。来，我继续往下讲了嘛，不然被魏哲家给困住了。网友有空去查一下魏哲家2025年的分红加薪水，或者2024年到底拿多少，这个有公开资料了。来，你听懂了中共中央24.22亿元是不是？好吧，27亿元相差3亿元，不多。这个是 ZK 菜是去年是不是？怎么跟我看到的数据差个2-3亿？好，没关系啊 ，ZK 菜帮我更正一下，他说魏哲家去年薪酬1728万元，奖金及特支费达19.57亿元，酬劳分红金额达4.479亿元，合计全年薪酬及分红总额共24.22亿元。那24.2322亿元，然后你砍你底下台积电基础工程师的薪水跟分红，靠，怎么服众啊？你告诉我。你怎么带兵要带心啊？台积电现在被魏哲家搞的，已经干嘛离心离德了，好不好？好，接下来再往下讲。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台积电啊，是让你知道一下，你以为什么共体时间是因为美国的建厂花了太多钱吗？就魏哲家送过去的啊，魏哲家开开心心剪彩同意的啊，魏哲家自己拿吗？24亿啊，是我讲的吗？不是啊！干，魏哲家说少的是3亿元来告朱全，我已经更正了，我说过我之前记得的数字，现在有马上更正，好吧？那不然就告我。好 ，CC 魏是美国人啊，那不然他到美国告我，我就挫赛了。好，来，你有没有听懂我刚刚讲的这个国家训练的分量？OpenAI 训练 ChatGPT 用的是网络爬虫爬来的文字 ，Tesla 训练自动驾驶用的是自家车上的摄影机 ，Google 训练影像辨识用的是用户上传的照片。李飞飞好像也有建一个什么全球计划的，让人家上传图片。好，不管这些东西呢，都是私人公司累积的私有资料。中国呢，整个国家用9座训练所、几百个工人、16000小时的实证动作，帮所有中国 AI 公司累积资料，而且这个资料是国家所有的。
这就是 KBS 纪录片讲的中国标准 China Standard 2035， 中国标准2035的核心啊。中国要摆脱世界工厂的地位，在未来的前沿产业里面主导国际技术概念与标准制定。在听直播的各位，三个数字加起来代表什么？代表中国人在做的不是商业竞争，是体系竞争；代表美国式的私人公司各打各的，输给了中国式的举国体制；代表台湾式的靠台积电一家公司撑国运，根本不在比赛的同一个量级啊。科学告诉我们什么？科学告诉我们不要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要看真相。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输了，不是输个几年，是输了一整个世代。我们输了一整个世代。哎，好了，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最刺激的一个段落啦。KBS 这部纪录片里面讲了一个让韩国观众差点双膝一软就跪下来的话。他说中国的政治局常委全部都是工程师出身。KBS 的论点是美国的政治精英大部分是律师出身，律师看世界是保护财产、权衡利益、左右摇摆。中国的政治精英全部都是工程师出身，工程师看世界是把世界当成数学题来解，目标明确，不搞多方权衡，执行力极强。这个论点，观众听完集体绝望啊，太挫赛啦！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竟然要帮 KBS 做数据核实。KBS 没有做，台湾媒体也没做，让我来查证 KBS 讲的对不对。我跟各位讲，不完全对，不完全对。我应该要讲谢谢 AI 啊，因为只有 AI 才能够让我去跟一个韩国的国家公共电视对抗。来，我们先讲，各位同学注意 ，KBS 讲的不算完全错，但有时代落差。我跟你讲，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KBS 脑海里的中国，我猜是因为他的导播跟制作人年纪比较大，是1989年到2013年那个中国。我先讲这个资讯查证的过程。第一个，我查证，我说看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工程师，我去查，就发现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只有2个是工程师。我想说看 KBS 搞错了吧？但结果我前几天去在直播的时候，有个网友讲说，你不要只看政治局常委啊，你要看领导人啊。中国已经有30年的领导人都是工程师背景啊，中国有30年都是工程师背景的领导人了，你只查政治局不够正确。来，我们看1989年到2013年那个中国，江泽民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1947年正统的电机工程师，曾在汽车制造厂机械工业部任职，1989到2002年当总书记。朱镕基呢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师毕业，1951年正统电机工程师，1998年到2003年当国务院总理。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个总理啊？国企改革加入 WTO 就是他做的。胡锦涛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1965年毕业，正统水利工程师。曾在甘肃省刘家峡水电工程局工作14年，2002年到2012年当总书记。温家宝，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系毕业，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正统地质工程师，曾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15年，2003年到2013年当国务院总理。
各位算一下，从1989到2013年，整整24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全部都是正统工程师，江朱胡温4个人，没有一个人读法律，没有一个人读文科。KBS 讲工程师治国，他们的脑海里面是这24年的中国，这个论点放在1989年到2013年的中国100%正确。那 KBS 时代落差在哪？落差在2013年之后，习近平上来之后，他背景是清华大学化工系，所以广义来看，他也算工程师。但是后来要命就是厉害在他结合了斗争专业啊。他后面拿的是清华大学马列思想政治教育学院法学博士，他最高学院是法学，不是工程师。可是问题是，他等于把工程师的逻辑思维结合了马列思想的斗争跟政治能力，所以现在没有人斗争斗得过他的。我跟你讲，工程师跟法学背景结合，倚天屠龙界所向无敌啦！来，好了，李克强是2013年到2023年的国务院总理哦，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学博士，不是工程师。也就是从2013年习李时代开始，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工程师基因被稀释了。KBS 没有注意到这个转折，所以他们讲，这个习近平硕士是什么？我没查到。那不管，但基本上我说的意思是稀释，所以 KBS 讲现任常委全员工程师，这个现在是部分讲错了。所以我们请了3、4个 AI 去查现任中国政治局7位常委的学历。那刚讲过，李强现任国务院总理，浙江农业大学农业机械性本科，正统工科；习近平化工系算是半个工科；赵乐际北京大学哲学系纯文科；王沪宁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硕士纯文科。第5位蔡奇，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纯文科。第6位丁薛祥，现任第1副总理哦，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工学硕士，正统工科。第7位李希，西北师范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纯文科。来，所以严格来说，很严格的定义，说7位常委里面有2位有正统理工教育背景，但问题是注意这个关键哦，这2位刚好是李强当总理，丁薛祥当第1副总理。也就是说，虽然数字下降，血统稀薄，但真正管国务院执行端的主脑还是工程师。中国30年工程师治国的传统，在习近平时代被稀释，但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正确的说法是 KBS 的历史脉络没错，中国有30年工程师治国的历史传统。KBS 的现在是有点过时耶，台湾的一个这个更生人用 AI 纠正了韩国的公共电视耶。好，现任中国7常委的工程师比例下降，但李强当丁薛祥还守在总理跟第1副总理的位置上。那个黄丹讲的15位副省市长，理工背景11位，经管文科4位，这个好像是因为14-5的关系。14-5曾经有一度，13-5跟14-5的交接，曾经有一度要让律师跟管理学的人进来中央政治局跟那个政治相关的阶级，但是后来又恢复了。所以啊，这个才是中方真正工程师治国的厉害的地方。他累积了30年了，江泽民管13年，朱镕基管5年，胡锦涛管10年，温家宝管10年，24年的工程师思维累积的政策延续性、人才培养、官僚体系，这是30年的历史资产。台湾呢？台湾让我来比一下，好不好？让你觉得开心。那我查了台湾最近30年的领导人是什么背景？
李登辉，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博士，经济学家，不是工程师。1988到2000年当总统。陈水扁，台大法律系律师，2000年到2008年当总统。马英九，台大法律系、哈佛法学博士、律师，2008年到2016年当总统。蔡英文，台大法律系、康奈尔法学硕士、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律师，2016年到2024年当总统。赖清德，台大医学院医师，2024年至今当总统。各位算一下，台湾最近30年，1988年到2026年。5位总统，1位农业经济学家，3位律师，1位医师，0位工程师，0个工程师。不要说工程师，连基础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没有一个台湾总统具有理工科教育背景。中国30年累积了工程师治国的历史资产，台湾30年累积了什么？累积了法律人加医师治国的历史债务啊！这是等价交换的历史维度，双方都付了30年的代价，拿到的东西完全不同。然而，我们现在要讲台湾最赤裸的部分呢，哎呀妈干，这个讲了就离北检越来越近啊！哎。好，没关系，我们还是讲，快快的讲啊！我也逐一查了赖清德内阁具有律师或司法官资格的部会首长。来，第一位卓荣泰，行政院长，台北大学法律系律师，高考及格。第二位顾立雄，国防部长，台大法律系 NYU 法学硕士，职业律师，万国法律事务所台美双重律师资格。第三位郑明谦，法务部长，台大法律系司法官第26期检察官法官出身。第四位刘世芳，内政部长，台北大学法律系律师，高考及格。第五位王美花，前经济部长，现政委，台大法律系律师，高考及格。第六位杨珍妮，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代表，台大法律系律师，高考及格。第七位林明仪，政务委员，台大法律系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司法官结业。第八位吴方明，侨委会委员长，台大法律系律师，高考及格。8位律师，台大法律系就占5位了。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法务部长、经贸政委，全部都是律师。我查完之后觉得啊，干你啊，难怪会变成这样，难怪我们现在会用来对付政敌的，就是司法体系。难怪我们现在会变成政府告人，检调抓人，反对政府的就被关进去。怎么会这样呢？那当然，你的体系跟血统是这样，当然就变这个小样子啊！律师当国防部长啊！想不通。好哦，那我再来讲，而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地方。最糟糕的地方是，台湾其实有工程师博士在内阁里面。吴成文，国科会主委，台大电机系毕业 ，UC Santa Barbara 电机工程博士，正统工科。黄燕南，数位部长，台大电机系毕业，马里兰大学资讯科学博士，正统资科。2个都是台大电机系，都是美国顶尖大学的工科博士，比丁薛祥的学历还要漂亮。但是他们被摆在哪里？吴成文管国科会，挂名科技政策，但是真正的科技预算决策要经过卓荣泰律师拍板啊。黄燕南管数位部，挂名数位转型，真正的产业政策要经过经济部，曾经是律师王美花掌管，后来变郭志辉气管专业，要等他们拍板。那现在经济部长我不知道是谁，有没有人帮我查一下？现在的经济部长是谁？那因为换来换去我都忘记了，然后他是什么背景？帮我那个 AI 查一下。
我知道王美花去当独董啊，旋转门条款啊，我也是这样。龚明鑫，那龚明鑫什么背景啊？帮我查一下他们学历啊。啊，看起来好像是经管科系啊。好啦，那各位事务所的同学啊，不是台湾没有工程师啊，是台湾只让他缴税。哦，原来龚明鑫是辅仁大学统计学系、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硕士，国立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博士。好哦，好哦，没有意见啊，你开心就好。来，所以不是台湾没有工程师，是台湾不让工程师当家做主。台湾只是负责吸工程师缴的税，然后吹嘘我们好棒棒。但身为一个 AI 国家，我们没有自己的大语言模型，我们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排进前100大 AI 人才。各位，我们最近带货的苹果是真的很不错啊！你听我咬的声音就知道，又甜又脆，好不好？各位可以下定，这个是美国的 Ambrosia， 然后还有美国的 Honey Crisp， 还有纽西兰的皇后苹果，赞。卢秀燕是新闻系的啦，新闻相关科系的啦，所以台湾那个韩国瑜是什么科技不知道，但他绝对不是工程师。没有那个谁，蔡正元不是律师啦，蔡正元是读经济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不知道博士还是硕士啊，然后后来去读清华的法律吧。台湾在顶尖大学的电机系培养工程博士，送到美国留学，把他们找回来，然后不让他们掌实权。我们让谁掌权？我们让8个律师，让律师决定国防，让律师决定内政，让律师决定法务，让律师决定经贸谈判，让会吵架、会颁法条、会权衡利益、会打击政敌的人决定国家方向。工程师被摆在不掌实权的位置当花瓶。KBS 拍中国拍得太用力，把现在式跟历史脉络混在一起。但 KBS 讲那个结构没有错，工程师思维对上律师思维，对上医师思维，在台湾100%适用，而且台湾这边更赤裸。各位，我们现在斗内只有13个达标啊，如果你达到20个，我就早点把第2集做出来啊。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第1集做完了。还可以做第2集，但我还没有花时间规划，所以请大家做研究啊。而且台湾这边更赤裸，中南海曾经真的工程师治国24年，现在工程师的位置还在李强跟丁薛祥手上。总统府，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从来没有工程师治国过，唯一最接近的是孙运璇跟李国鼎啊。孙运璇是哈工大的电机系啊，但是结果他中风了，他没有办法接这一个工作。你看多可惜，我们曾经非常接近工程师治国，但是很抱歉，没有。现在拍谁？Winston Ruby 说：“好啦，支持一下 Honey 朱大帅。”可以看，今天还不错哎，妈，今天是礼拜几啊？礼拜2哎，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个我看一下啊、
他们是要啊，你也可以去看一下。他说看到南海的人才战争，真的觉得已经不是看不到南韩的车尾灯，是台湾还在起点，南海已经到终点。我想写个惨字，而南韩觉得中方已经超越了终点到尽头了。这个他们是要说我讲太明显啊，因为亚洲大学有全面打广告。好，出购物说这几天工作都太忙，无法上线，趁现在有空赶紧来帮朱大补一下。等有空再看回放。T6TW 说老朱这么用功，怎么能不懂？古有一灯入于暗室，百千年暗，竟悉能破镜。今有老朱 YT 放炮，千万懵懂，贯耳视惊。哎，不错 ，T6TW 最近文学底子也往向这个飙升了。一方样1931，谢你的抖内。他们是要说啊，刚我念了。张静文说朱大加油。坏掉龙九说超哥抖内。为了收入高很正常，砍基层那是老美带出的风气。高管的奖金激励制度基本上等于对赌，很可能砍基层分红，正好卡了一个什么百分比的数字，砍完正好够他们自己数字。美国制造业就是被这群 CEO 搞垮的，并购、转移供应链等等，关掉一个工厂，可能100人失业，他们奖金会多100万，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没想到台积电也搞这一套，废话，因为他叫你共体时间，就是他砍你的。那我扣零说，朱大原本昨天要抖，但当下情况好像不太适合，麻烦你等一下有空祝我昨天生日快乐。好，那我扣零昨天生日快乐，大家也一起祝那我扣零昨天生日快乐，好不好？这个 Winston Ruby 2.0 说，好啦，支持一下 Honey 朱大帅，还剩6个抖内哦。那张善真是土木啦，他原来是帮 Google 盖那个 data center 的。山仔医生说支持朱大继续做续集。好，我们继续讲赖内阁呢，8个律师掌实权，而我们这个世代已经没有李国鼎跟孙运璇了。各位，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要从当局的话术反向解读。李登辉以来30年，台湾没有一个工程师当过总统。赖内阁8个律师掌权，工程师的博士被冰冻在外围。只要当局说我们的内阁有很多专业背景，你就要去查每个专业背景到底掌不掌实权呐。只要当局说我们重视科技，你就要去查科技预算是谁拍板呐。只要当局说我们是工程师思维治国，你就要去查决策层的学历，还要去查历代总统的学历啊。KBS 讲话可能有时代落差，至少他们努力查了。台湾媒体连查都不查，继续相信赖校长是英明的台独金孙等等，不能讲台独金孙，是中华民国金孙啊。这就是真相总是伤人的无奈之处，伤的是我们连被人指出来的机会都没有。Winston Ruby 说：“我也是土木佬啊，好，土木佬你好哦。”啊，各位同学，前面我们讲了内阁的律师，讲了 KBS 镜头，我们还好心的帮 KBS 做了一个事实查核，然后发现没关系，更正一下。来，我们还要讲，现在台湾还是有悲哀的，因为当时那一部纪录片里面没有反省到台大，没有台独了，没有台独了。请各位注意，我们现在是中华民国金孙了，没有台独了。陈水扁也变成中华民国之子啊！我不是在开玩笑啊！现在他妈大家纷纷做，纷纷说都是中华民国了。不需要台独了，因为已经有中华民国了。中华民国就是个独立的国家，干你啊！你早说嘛！沈伯洋超屌了，沈伯洋说我们的台独要与时俱进啊，我们要一直变，最后变成中华民国就是台独了，开心吧？来，
前面我们讲的内阁律师也太多了，讲了 KBS 的切入角度。现在我们把镜头彻底拉回台湾，看看我们自己家里长什么样了。第一个问题是医科崇拜加上电资内卷。我前面讲过114学年的台湾数据，我再讲一次给各位听。医学系自费生，台湾586个名额，4830人报名，507人分发，还缺79个。牙医系呢，几乎100%满招，电机资工的国立大学也100%满招。然后呢，国立大学的机械土木，私立大学的工学院15%到25%缺额。私立大学的工学院还有整个系所停招我跟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啊，马老师以前当副校长的康宁大学整个关了，南洋技术学院停招，台湾首府大学停办。私立科大的机械系、土木系招生率掉到50%以下，谢谢吕明星的抖内。我们现在有转圈吗？应该没有吧，还好啊，我没看到有转圈，我这边没问题。维卡还好，那么我们最近在测试到底能不能解决那个维卡的问题，因为一直不能解决，我他妈一直要到公司来，我每天都要骑脚踏车骑个30分钟。来，各位，我刚刚讲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台湾的工程教育跟整个教育体系已经从最基层开始崩了，顶尖的还在，台大电机、清大电机、交大电机这些还在招满，中段以下，机械、土木、化工、电子整体萎缩，私立工学院正在从台湾的教育版图上消失，剩下的精英全部挤去哪里？医学系、台大电机资工，然后台积电当设备工程师。第二个现象。台积电坏掉的龙九说 FB 的设定是不是出状况？画面没投到绿幕。我不知道，等浩克有空看吧。因为浩克现在在测我另外一台笔记型电脑。我来看看啊，哇！不知道，就让大家看看。如果各位想要看看我们原来直播间多么简陋，你可以到 Facebook 去看。那后面就一片烂绿幕，然后一个那个烂麦克风，还有最近在带货的这个东西真的好吃，请大家可以好好的吃一吃看看，好不好？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设定没告，不是很重要啦。但是因为也只有2-3个人，所以因为你设了这一台蓝色的这个，他刚刚跑掉了，他好像中间自己开的，很奇怪，但所以我们不管。而且麦克风照说也没声音。他开播之后现在就不能调。然后随便不要管他，你可以直接把它关掉也没关系，反正现在 Facebook 有多少人看？没有人看啊！好，谢谢 Facebook 这样支持我们的没有人，对，就把它停掉。好，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剩下的精英全部挤去医学系啊，台大电机资工，然后台积电当设备工程师，而且还没完，我们的台积电海外设厂在系统性的把这些人带走了。为什么带走？因为至少走掉1500到2500个人，而且这个人数还在持续增加。为什么增加？他们你去美国啊，去美国之后，当地开开心心的，然后人家挖角你，你当然去啊。各位先别误会我的意思，我这边没有要骂台积电，
台积电的海外设厂是被川普逼的，是被地缘政治逼的，是不得不做的。我不是在骂台积电，但事实是，亚利桑那的 Fab 21累计派出台湾工程师800到1200人，其中估计40%到60%会长期滞留美国，因为绿卡诱因强。这意味着至少400到700个人可能一去不回，而且这400人到700个人一去不回之后，后面还有人会补上后面还有人会补上你觉得嘞？那就是每几段日子就400到700人，400到700人，400到700人。熊本的日积电累计派出了500到600人。估计20%到30%滞留，100到180人可能回不来。德勒斯登的 ESMC 欧积电累计派出200到300人，估计30%到40%滞留。欧盟的蓝卡诱因加上高薪，60到120人可能回不来。加总起来，光是台积电的海外厂累计派出了至少1500个到2100个人，其中600到900个人估计会长期滞留海外，而且你会一直选，一直滚到最后呢，那就开开心心啦。这是台积电的内部资料还不算下游设备商、材料商跟着外派的工程师。台积电被迫把年薪的条幅从3%到5%提到6%到8%留人，但留不住。资深工程师年资5年以上，流失最严重，因为公司优先派经济丰富的人出去。各位，这代表什么？代表台湾还能跟中国拼的科技基地正在被系统性掏空。不是被中共挖角，是被川普跟地缘政治逼着掏空；不是被一个敌人打，是被整个世界扭转的趋势拖着走。第三个现象是什么？台湾媒体没有报道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了 ，KBS 这一部纪录片让韩国炸锅，在台湾的媒体报道量是零。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台湾连被刺痛的机会都没有。但我做这一集，我已经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想说，总是该有一些台湾人会想到这件事情嘛？没有，没有。刘小虎说，明面上吼比卢适合参选，本大论视角，你错了。我这样子跟你讲，上一次谁用金溥聪，谁让国民党大败？谁让赖清德执政，就他妈侯友宜呀！什么样子的政党会让一个上次大败人再出来选总统？你不要回去洗睡啦！那些都跟赚的钱你就带回家啦，移民到国外去，卖够想啊啦！你不在台湾，你不懂啊！你不然你有空去跟侯聊个1小时天看看，好不好？来，所以韩国的 KBS 把这段过程拍给韩国人看。韩国总统、总理、教育部长被网友呛说应该要叫观后感，这个社会还有反思能力啊！台湾呢？台湾在做什么？抗中保台、台独、抵制亚方冰棒、抵制这个东、抵制西，然后沈伯洋好厉害，然后吗？谁好厉害？哎呦干！总统太在做什么？喊抗中。教育部长曾英耀今天在做什么？喊双语教育。科技部长吴承文今天能做什么？只能在科技预算编列上等行政院拍板。没有人在谈 Nature Index 前10名没有台大这件事情。我们只会骗自己说啊，台湾整个国家地区呢排19名，好像好棒棒。干，你要不要算一下，能够提这些东西的国家有多少人？也没有人在谈台积电带走1500名工程师这件事情，没有人在谈私立工学院崩塌这件事情。我们的政治精英在喊身份政治，本省外省蓝绿统独，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国，然后你是陆配，我就把你斗死，我把你斗垮、斗倒。然后台湾已经少子化，我们不开放移民，我们只开放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如果移民，说好棒棒。
但如果他是越南来的、泰国来的、中国来的，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台湾人身份地位很高的，不能让这个血统污染我们。哦，好哦，好哦。我们真正的问题啊，竞争力啊，人才结构啊，没有人谈啊。那没有人谈呢，就没有人会想，没有人想，就没有人知道。这搞屁呀！竞争力、人才结构、教育体系、研究产能，没人讲，没人吵，没人在乎。会喊东西，不见得是最重要的。不会喊的东西，反而是要命的。在听直播的各位，你今晚回家可以做一件事情，问你家正在准备指考的小孩，你知道台大在世界研究排名100名外吗？他不知道，因为没人想让他知道。来，我念一下斗内哟。Winston Ruby 说：“好啦，支持一下 Honey 朱大帅。”这个山仔医生说支持出大继续做续集，我们现在还剩2个人就达标了。叮叮叮说真话总是残忍的，良药总是苦口的。Angela CY 雾说真相总是残酷的，抖一个持续知道真相。这个 How 威令说姑婆总说了，股票大涨，难道你们没有受益吗？多少人有闲钱买股票？我没有受益啊，因为我没有买股票啊，干我屁事？就物价一直上涨而已啊，干那就是怎么样？我有受益是吧？哎呦。坏掉龙九说：“超哥斗内，你们台湾政府真的不会玩，我来教你们怎么抗中保台。政府不要贴10%的劳保了，劳保金退场给美国爸爸的退休金，美国人退休金在台湾股票里面买什么军购，美国政府送都来不及。” East Che 说：“好久没有跟上直播，小斗支持朱大传递各种知识。” Winston Ruby 说：“不是啊，台湾不是最近喜提1度压缩包吗？人肯定不会少，就是少啊。我们提的那些人，其实就。”不会讲中文啊，怎么办？怎么办呢？各位，我不知道啊。好了，我们今天呢直播从韩国讲到中国，从中国讲到台湾，现在进入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段落。这一集的主轴呢就是等价交换。什么是等价交换？我以前在事务所讲过，每个政策都有对应的代价，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没有免费的午餐呐。我们今天看到的局势不是都好，不是100%好，而是你有付出代价就会拿到什么东西。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来分析一下。中方拿到了什么？他拿到了 Natural Index 前10名的9席。他拿到了前10名的9席。那你觉得好或不好？你自己可以判断。但我们要继续讲下去。9席之后呢？奎书旺说没钱进股市，可以小斗支持一下。哈维令说，就跟双北绿营最近在喊，不是没电，是变电站不够，脑子真的不知道装什么。赖还说电力计划2.0，随便，好不好？这个9NC 说，我还在台大理学院待过2年，国际事务专门去国外教育展招生，都是给奖学金。然后总之，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在浪费那个纳税人钱，后来我就离职了。来，我们这样讲，中国拿到了 Natural Index 前10名的9席，拿到了87%全球基建出货量，拿到了57%的全球顶尖 AI 人才，拿到了9座国家基建训练基地，16000个小时实证数据，拿到了5分钟充电70%的电池技术，拿到了北斗量子卫星、嫦娥登月太空站。来，中国付出了什么代价？很简单啊，你就不能讨论隐私了嘛，对不对？人脸识别要这个资料，社会信用要这个资料嘛，那你没办法成立什么反对党，对，这是它的代价。第二个，
自由代价，那996的工作制跟自由无关，但是你基本上不能反党啊。那第三个个人代价是什么？996的工作制、加班文化、应试教育压力、年轻人躺平。第四个环境代价，重工业污染、能源消耗、低工资的劳动力剥削，这是中国付的代价。我不是赞美，是他们真的付出东西，但是拿这个东西换了值不值得？换了值不值得？这个9NC 说后来离职去 New Balance，2009到11是台大5年500亿要推排名，台大拿最多钱，马英九时代。哦，这个我知道啊。对，因为你的什么天眼啊、天网系统什么的，那就拿隐私。可是问题你拿那个隐私训练很多东西最快啊，什么步态分析啊、人脸识别什么东西好，但他们社会信用是什么？有人不知道哦。社会信用就是怎么说呢？你假设欠债，你就变老赖，你变成老赖了呢，你就不能够坐高铁，不能够坐飞机，然后你的社会信用评分会一直往下掉，然后当地的这个业管单位会3天2头查你。来，他们拿到了中方拿到了实际的东西嘛，拿到了现代工业体系技术领先、国际标准制定权、AI 跟机器人量产能力。这就是等价交换，没有只会说什么中国什么都偷的好棒棒，没有说中国什么都牺牲的好可怜，他们哪一个东西付一个代价，你要不要这样换，这是你的选择嘛。第二组是韩国，韩国拿了什么东西？不是那个社会信用，不是良民证，它比那更复杂。韩国拿到了什么 ？K-pop 有全球影响力，三星现代的全球品牌，首尔大学还在前50名，医疗水准世界级，民主制度、自由媒体。韩国付出了什么代价？第一，人才结构失衡，顶尖学生全挤一颗，理工荒漠化。第二，超低生育率，2024年0.72，全球最低。第三，年轻人绝望 ，Hell 揪熊，地狱朝鲜文化，自杀率全球第三。第四，高阶理工人才流向美国，流向中国 ，KAIST 的副院长被中国挖走。韩国付的代价是什么？韩国付的代价是让自己的下一代不愿意生小孩，顶尖工程师不愿意做工程。第三组呢，台湾拿到了什么？我们拿到了民主制度啊，自由社会啊，台积电独步全球啊，半导体护国神山啊，相对开放的媒体。但台湾付出了什么代价？台湾付出了什么代价？台湾付出的代价很大呀！台湾付出的代价就是现在这个死样子。现在什么死样子呢？表面上很自由，但实际上什么自由都没有。我们有民主制度有自由社会了，台积电独步全球了，半导体护国神山了，相对开放的媒体，但台湾付出了什么代价？第一个，耶科加电资双重内卷，比韩国更严重的精英分流问题。第二个，私立工学院系统性崩塌，非台清交以下的工科教育正从版图上消失。第三个，台积电带走1500工程师，600到900人可离去不回。第四个，政治精英法律人为主，8个律师掌握实权，工程师、博士被冰冻在外围。第五个，媒体没有反思能力 ，KBS 拍刺痛人心的纪录片，台湾媒体连转述、连分析都懒。最痛的是这一点，台湾付了比韩国还重的人才结构代价，付了比韩国还深的精英分流代价，付了比韩国还高的工程师外流代价。但我们现在只能认美国宰割，美国说什么你都要配合，美国要怎么样你都要配合，我们连被刺痛、连反省的机会都没有。韩国付了代价之后，至少有 KBS 公司在敲钟。台湾付了代价之后，我们 KBS 我们的公司都不知道在干什么。除了捧执政党的马屁之外，就是骂在野党。
这就是等价交换最残酷的版本。裴英说，台大在2016年以前都还在亚洲大学前20名，2016年之后掉到20后。好，废话妈，只会搞 DEI， 只会斗争啊。韩国付了代价之后，至少 KBS 会为他们敲响警钟。台湾付了代价之后，我们连敲钟的人都没有啊！这就是等价交换最残酷的版本。我们付了同样甚至更多的代价，但我没有得到被敲醒，我没有得到准备惊醒的准备时间。台湾继续睡。台湾继续骂中共，台湾继续喊台独，台湾继续追台积电，台湾继续送孩子去补习班，台湾继续看着私立公学院关掉，台湾继续让8个律师决定国家的方向。这就是台湾等价交换。我们付了所有代价，只买了一张继续沉睡的入场券，而且那个床还是不太舒服。来，各位，我们已经要进最后的结论了。直播到这边哦，我们从一部韩国 KBS 不给英文字幕的纪录片开始，我们讲了 Nature Index 前10名没有台大，结果网友贴了，哎呀不对呀，台湾这边宣传说台湾整个以国家而言呢，我们是全球排19名啊，但问题是你要不要想一下，19名以后是哪些吗？未开发国家，世界有那么多个国家区域可以发那么多论文吗？不是吧？就会骗，就会用话术。我们讲了首尔大第52名，台大在100名之外。我们讲韩国从轻视中国到绝望花了16年。我们讲了杭州小学生在学神经网络。我们讲了中国工程师在嘲笑东亚医科共和国。我们讲了87%的机器人是出自中国的生产处工厂。57%的 AI 人才是中国，9座国家训练所。我们讲了 KBS 讲错了政治局常委的学历，但台湾赖内阁8个律师更痛。我们讲了台积电有1500个工程师外流。我们讲了台湾媒体零报道，把这些事实摆在一起看，答案就浮出来了。第一条结论：真相总是伤人啊！对，我们投票的那个意见调查也结束了。这个我们今天投票的结论呢是，你觉得理工科当领导者是好处吗？55%的人认为说是，因为大家觉得实事求是，不会瞎鸡巴讲。23%的人觉得不是，科系背景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要不要说谎。22%的人说实在不想说，但台湾那么多律师执政，到底是爽到谁？总投票数109票啊！各位赶快按个赞啊！我们今天这个观看人数有多到一度曾经多到1300呐，那有机会多按赞之后，后续看的人就会更多，好不好？那就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那所以，来，我们开始做结论了。一边请各位按赞，有没有人知道现在按赞数多少？我系统怎么样都找不到一个界面可以看到按赞数，很复杂。来，这个真相总是伤人，是 KBS 愿意拍纪录片刺痛韩国观众，是因为韩国社会还有承受真相的能力。台湾的媒体不报道、不讨论、不刺痛，是因为台湾社会已经没有承受真相的能力了吗？还是台湾媒体已经选择性失聪？好，目前有761按赞，还不到一半呢，请大家多多按赞，破个800、900吧。来，还是台湾的观众已经习惯了被哄、被秀秀、被假希望喂养。不管是哪一个，这就是伤人的真相。我们的政治精英在骂中共，在喊台独，在喊抗中保台，没有一个人在告诉你，我们已经输了一整个世代。第二个结论，现在有791个按赞了，请大家继续往上按啊！科学终将胜利。Nature Index 不会因为台湾媒体不报就改写，台大第100名外不会因为教育部不开记者会就消失，中国87%的全球机械出货量不会因为台湾 PTT 骂中共就减少，而且台湾的 PTT 现在也不太骂中共了。干，这到底是什么小？整个 PTT， 我跟你讲，今天 PTT 有网友破800了，谢谢。这个9NC 说朱大节目含金量真的好高啊！别这么说，因为本人没什么事可以做，就是增加含金量，让大家愿意看。
那所以我们要继续讲 Nature Index， 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个数据。好，顺带提一下，我们最近在疯狂出货我们的那个罐头组合，这个罐头真的很赞。那罐头有什么东西呢？跟大家讲，有好吃的牛肉可以拿来做牛肉面，我们做蛋白质补充的时候很重要。然后有你没有好的麻辣汤的时候，麻辣烫这个1:1兑水可以做一大锅，全家4个人吃都没有问题。然后有酸菜可以压味道，然后你如果要的话，还可以加价买这个骨传卤肉，变成一个套装组。最棒的呢，就是1级嘴炮技术师曾经开示我们，他说他用祖宗18代打赌，这个东西绝对好吃，请大家勇于下定。我们最近出货呢，因为没有纸箱，所以会 delay， 请大家赶快下定，我们马上就有现货可以出，因为到了之后没有纸箱可以出了，请大家见谅。净含量是多少公克？基本上这个大概有2-3公斤吧。好，来，我们再继续讲。科学是冷酷的，它只看数字，只看论文，只看实验结果，不看你的意识形态，不看你的国族情绪，不看你投给哪个党。中国累积了16000个小时的机器人训练数据，我真希望那个机器人可以帮我运蜂蜜，但是这蜂蜜真的很好，我们已经卖了快300公斤了，那各位还不赶快买？而且你如果摔破了，我会再赔你一罐。但当然，我希望不要摔破。9NC 说，我也是某一天被按赞数带来的中间进来，所以请大家多按赞，好不好？因为那个1级嘴炮记录是说，祖宗3代都说好吃啊。那个刘冠超说，罐头要多买多吃，万一打仗可以习惯。我也是，他那个羊肉卤啊，根据云林那边传过来的秘籍，就是你买一个大白菜，然后把它剥，丢到锅子里面，跟着一起煮，白菜会出水，出水之后正好对到羊肉卤的味道，赞。好，但是简单讲啊，中国现在累积的16000个小时的机器人训练数据，这16000个小时不会因为民进党抗中保台就消失了，也不因为美方抵制关税战就消失了。这16000个小时会继续累积，每天累积，每月累积，每年累积，然后5年后、10年后，中国的机器人会做家事，会照顾老人，会在工厂取代人类工人。到时候台湾再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人形机器人产业，已经来不及了。哦，凝视深渊说，我在月初买信工，现在都快吃完了，为什么订单进度是未出货？是不是朱大又忘记按什么键？记得结账收钱了。来说到这个，我们就拿来拍个照，跟大家讲，因为曾经有一度，我有90几万的那个货款在那边，因为 AI 忘了，不是因为我的工作人员忘了按赞。不是，不要怪 AI， 不是。不是按赞啦，按出货啦，好不好？按出货、来，等价交换是我们的一个结论。中方付了人权代价跟隐私的代价，拿到了科技领先嘛。韩国付了下一代的代价，拿到了反思能力，至少 KBS 愿意敲钟。台湾付了什么？我们付了比韩国更深的人才结构代价，付了比中国更松散的执行力，得到了什么？得到了继续沉睡的权利。而且我们的少子化已经严重到世界第一了，全世界在看你的台积电，都说20年之后没有台积电了，因为没有工程师了，没有人可以当工程师了。刘冠超说，我家常年保证1个礼拜的罐头餐，而且有些罐头比新鲜的好吃。我同意。对，那所以我们今天最后要讲一个画面，请各位想象一下。请各位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为什么要想象这个场景？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现在，台湾有一个18岁的高中生正在考古题前，站在书桌前面，他的左边呢放着一叠厚厚的数学系、医学系的考古题，医学系的，医科只考总复习，
历届学测解析，109年到114年学年的医学系录取分数表，它的右边放了一台笔电，笔电屏幕上有一行 Python 程式码，是他自己写的神经网络，刚刚 debug 完可以分类 MSIST 的手写数字，他的手停在书桌正中间，他要选哪边？他要选跟我一样最近开始写程式，但3天2头出错的这个一个 Vibe Coding 的人吗？还是要选读医科？各位，你家里正在准备指考的小孩，现在就在做这个选择。你选举时投下的那一张票，帮他做了一半的选择。你今晚回家不告诉他，台大在世界研究排名100名之外，你帮他做了另外一半的选择。我们大人不讲，我们小朋友不讲，他们就不知道。我讲白一点，台湾的选择权其实不在赖清德手上，台湾的选择权不在那8个律师手上，台湾的选择权在那个18岁你家里面养的你痛苦半天，每天跟他瞎聊，叫他不要一直上网，叫他一直不要听有声书的那个高中生手上。但是台湾现在正在系统性的、有意识的用各种补习班跟迷你的价值观逼他选左边，逼他选医科，逼他去读书，将来当医生多好。这就是真相，这就是事实，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等价交换。KBS 的纪录片是让韩国人要醒过来，万事通事务所做这一集直播是要让各位醒过来。至于你看完之后要不要醒过来，那是你自己的等价交换。各位同学，今天的万事通事务所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直播再见。但接下来我还是有一些东西要讲啦，就是你各位有没有想过？刚刚那个斗内已经达标了，所以我们这一集会有续集。续集后面要讲的是，南韩本身也有问题，都是财阀参与，都是财阀主导，所以没有年轻人敢冒险，没有年轻人敢创业。台湾呢 ，Thomas Yao， 谢谢你的斗内，谢谢你按了这个赞哦。啊，对，我要贴那个红钱图了。不好意思啊，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人老了，记忆力不行，让我贴出我的红钱图。这个有这个绿界，然后有欧付宝吗？然后有这个支付宝，有微信支付。好了，各位一块钱不嫌少，100元不嫌多。如果各位听说书的老爷太太小姐们觉得不错，就麻烦开心的斗内，我们就跟各位继续聊一聊。然后明天呢，明天我们这个刘冠昭说太晚了，红钱的观众都去睡了。好，我知道。Zero YK24说大哥你好歹排个版好吧，干我们就不排版怎么样？我们就烂，我们就是要随随便便的弄个不对齐。你得你安诺没听啊？来，所以我们要讲的是，第一个，明天的节目呢，不是马上做这一集 KBS 纪录片的续集。明天的节目我们要讲的是 Joe Biden， 一个明确失智的老人，是如何在他的幕僚欺上瞒下，如何在整个民主党不敢说真话的状况之下，硬生生的把民主党搞倒。硬生生的把民主党搞倒，把整个美国拱手送给川普。哦，这个故事很精彩啊！这故事我们查了好几本书，好多媒体的报道。他们是要说多久找一次兵哥上你的节目？2周，所以下一次好像是6月14吧？6月14。BB 利说：“怎么会有人叫你讲为何民进党得民心？应该要讲为何民进党不得民心。你错了，这个民进党为何得民心背后真正的故事是为什么民进党总是赢？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为什么他的支持度不是最高，但是他总是赢？我跟你讲，我上下30年查了所有的资料，从当时民进党从党外集结到最近邱毅人又开始出来说话，你学到了这些事情，你就知道为什么在野党永远都输，为什么在野党永远
都输。那明天的东西我讲的很不错啦，这个 Zero YK24说有个简中台叫小九对评吹，讲拜登很有趣。我明天的东西可能不一定那么有趣，因为毕竟是一个病人，很可怜，但是还不错啦，还不错啦，就这样的。以我的本领就是所以没关系，没关系。这个6月13吗？6月13我们会讲这一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妈，人家抖200欧元呐，干你抖多少？妈，你没有抖，你就不要挑。你如果也抖200欧元，我马上帮你做这一期，好不好？就这样子啊。那你刚好明天不是单纯讲失智症，是讲政治权谋，然后你就会想到很多熟悉的状况。好了，这个故事一路到最后了，准备要投票了。投票就是要问各位。今天的内容呢？你觉得内容好，讲的也好的，请投1；你觉得内容好，讲不好，请投2；你觉得内容跟讲的都不好的，请投3。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的微信，这个 WeChat 有一位网友抖内，他的名字叫做什么照，谢谢他的抖内。但是他每次都抖很多我靠妈干！赵兄，改天去大陆请你吃饭。来，我看支付宝有没有什么红钱到账。好，支付宝有红钱。我靠，今天怎么搞的？为什么有人抖这么多？来，什么风说最近补看了很多集，集集有料，先付费再补课。好，谢谢你抖这个不少，希望我们没有让你失望啊。改天上来留言一下，你其实你抖这么多，你差不多可以定做题目了。那个什么什么名说轻微小抖也好，也可以。最近有很多网友抖小抖的风格。什么什么学说看凡人修仙传，修至元婴期可以活到1000岁，干是觉得习近平修到元婴期了，是不是？我看看啊，来，这个有一位网友说朱大杰白小洛，他说遭此大变故还能为我们提供那么多资讯跟欢乐，真的很敬业，肃然起敬，感恩，谢谢白小洛。以后我再跟你讲为什么我这个守重孝期间还是持续每天做1集，甚至可能每天做超过1集，那背后有原因。等我们家出殡完再跟各位说，好不好？这个，所以啊，各位就这样，抖多少可以定做题目，200欧元嘛，等价200欧元，但我忘记200欧是多少新台币了。200欧是8000，好像是，所以你抖这个你就给我一个题目，我就帮你定做，没有问题。我跟你讲，我现在有 AI 了，我什么都可以做，没有不能做的。好不好？这个我打来看看，最后有没有什么抖内我没有念的。Chris Wang 最后说没钱进股市，但可以小抖支持一下，谢谢大家的红钱，什么题目都行，你抖得出来我就讲。我跟你讲，没有什么题目不行的，你就当做训练我的 AI， 好不好？没有问题啊。1欧等于36.59新台币，6月2号下午2点24分，6800左右，6800到7000、6800左右了。好了，差不多了。各位，你要抖，你可以在绿界，你可以在别的地方，或者在 PayPal 也好，你就抖一下，跟我讲，那就我到时候就会答应。我直播的时候会讲啊，好不好？所以各位，今天很高兴又跟各位度过了大概130几分钟了。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同样有料，那同样让各位满意。好不好？那今日就这么简单，谢谢各位，这个谢谢各位网友，好了，拜拜。记得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啊！